今天来聊聊一种东西，在地面上的时候，它可是自然界的炸弹，但到了海底后，它是海底生态系的重要来源之一。是什么呢？对了，就是金鱼。金鱼是世界上最大的哺乳动物之一，从最小的海豚到世界上最大的蓝鲸，都属于鲸豚的一部分。不管鲸豚的大小，它们在海洋生态上都占有一定的角色跟地位。全世界的鲸豚共有几种呢？鲸鱼死掉后为什么会变炸弹呢？而在海底为什么又有海底雨林之称呢？我们来聊聊鲸豚的这个世界。首先，全世界的鲸鱼共有几种呢？鲸又称为鲸鱼，是海洋哺乳动物鲸下目的生物的通称。其实鲸鱼的大小差异非常的大，从最小的 1.7 公尺左右的海豚，到最大的30公尺以上的蓝鲸，都属于鲸鱼的其中一部分。并且我们常常以为海豚跟鲸鱼是两种不同的生物，但其实在动物学家眼中，它们是属于同一个系群的生物。海豚是属于齿鲸小目中的其中一种生物，所以海豚严格算起来就是鲸鱼的其中一种品种哦。那全世界共有几种鲸鱼呢？在目前全世界中，鲸的品种大概有90几种左右。最近有报道说，在墨西哥地区有发现新品种而未命名的鲸鱼，所以鲸的品种应该比目前知道的想象还更多。但也是因为人类的活动的关系，也造成大量的鲸鱼的减少。造成世界鲸鱼大量的减少，最有名的就是早期的猎鲸的活动。在还没有猎鲸之前，全世界最大的鲸鱼蓝鲸估计的数量超过20万头左右，而目前剩多少呢？目前的数量约5000头到12000头左右，差别非常的巨大。所以保护鲸鱼也是要从现在开始，让它们回到原始的数量。地面上的自然炸弹，当鲸鱼死亡后，并存留在海滩的时候，常常在鲸鱼的胃中就会产生发酵的现象，这时候就有可能产生爆炸的状况哦。在2004年时，台南就曾经出现过这个现象。当时有一只超过50吨的抹香鲸在牡蛎养殖场死亡，在送往成功大学的路上发生了爆炸，它造成了附近的车辆、民宅全部都染血，这可以说是一个自然界的炸弹之一。而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呢？因为在鲸鱼死亡后，鲸鱼的内部组织开始败坏，当败坏的时候，大量的细菌就会分解鲸鱼中的组织，这时候就会产生大量的气体，例如甲烷、氨气、硫化物等气体，鲸鱼就会不断的长大，最后产生爆炸的现象。这就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界的炸弹之一。记得以后如果看到死亡鲸鱼的时候，除了通知相关的研究人员之外，可能要离它远一点哦，非常的危险。当鲸鱼死亡后，大部分的鲸鱼都会沉到深海中，就如在陆地上，一棵大树倒下后，就会有很多生物利用这个大树的养分，长出更多的生物来，像是锹形虫、真菌、植物、微生物等，都是利用倒下的大树当成养分的来源，产生一个更加复杂的生态系统。而在深海中也是一样，当鲸鱼死亡以后，它就会慢慢的下沉，随着海的深度的不同，下沉的深度也会有所不同，有时候可以落下几千公尺。这时候有一个特殊的名词，称为鲸落现象。鲸落现象指的就是这个状况。当鲸鱼死亡后，慢慢的落到海底的底部，这个深度可能长达几千公尺左右的深度。在深海中沉落到海底的死亡的鲸鱼，可以说是深海中的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。依照夏威夷大学的研究指出，在一只死亡的鲸鱼的上面，至少会发现43种品种，12490个生物体是完全靠鲸落而生活的，并且在有一些科学家的研究指出，还发现少数只会活在鲸落的骨骼上的管虫，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生物，也非常特别的现象。而这个鲸落的现象会维持多久呢？依照推估，
这个经络现象至少会维持十几年到数百年之久。在上面的生物就以这个金鱼为食，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，最后的阶段就会产生硫化菌的现象。这个硫化菌的现象跟海底热泉的现象非常类似，所以最后呢，当经络结束以后，上面的生物就会迁移到其他的经络的群上，而改变了生活状况。好，今天所聊的就是金鱼，死亡的金鱼，不管在陆地上死亡，不管在海底上死亡，都有很大的生态性的影响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喜欢我们频道，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哦，我们会带给大家更多新的话题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